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今天要讲的是94版蜘蛛侠第45集，经典反派神秘客和章鱼博士。这天晚上，蜘蛛侠袭击了陈列馆，不但带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，还嚣张地攻击了陈列馆的保安。临走前，他不忘对监控摄像发出嘲笑。而小记者彼得从睡梦中醒来时，接到了三星对象玛丽简的邀约，他激动地一跃上了风扇，答应抽出周五晚上的时间去见他。没想到一下楼就看见了蜘蛛侠抢劫的新闻。梅姨对这个蜘蛛侠相当不满，彼得试图证明这抢劫的人不是蜘蛛侠，苦于没有证据，于是他来到埃及博物馆。彼得的老板乔纳是个蜘蛛侠黑粉，他立志第一时间报道蜘蛛侠的黑料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见直播开始，众人视线被吸引，彼得抓紧机会混进封锁现场，找到了假蜘蛛侠留在现场的蛛丝。这时纽约警察局的李警督走了进来，他发现鬼鬼祟祟准备开溜的彼得，质问他这个蜘蛛侠御用摄影是不是来消除证据的。彼得却解释这蛛丝并非真蜘蛛侠的蛛丝，蜘蛛侠的蛛丝一般1小时后就会消失，但这个蛛丝过了一整晚都还在现场。李警督收下蛛丝，准备返回警局调查。这时整个陈列室突然开始摇晃，两人冲到大厅，一个神秘男子从气流中出现，他自称神秘客是来帮忙的，但乔纳认为他是虚张声势的小丑。神秘客对在场众人展示了自己的本事，乔纳被他摘头的技术唬得一愣一愣的。神秘客表示自己要抓到蜘蛛侠，还诚邀各位媒体去现场转播。说罢，他击穿房顶，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坍塌的房顶吓得众人四散而逃，只有彼得站在原地假装爆头。他知道这不过是障眼法罢了，因为蜘蛛感应并没有触发。不过因为假蜘蛛事件，纽约好邻居风评被害。当假蜘蛛再次出现，彼得立刻换上装备追了过去。而在战斗途中，彼得听见了熟悉的笑声。假蜘蛛一消失，他就见到了神秘客。彼得聪明的小脑瓜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神秘客却在民众面前污蔑蜘蛛侠是坏人，称自己才是抓捕蜘蛛侠的真正英雄。说着，神秘客在墙上打开了一个大洞，让蜘蛛侠在毁掉他的那个大桥上对战。彼得被说得满头问号，不过神秘客的手段却是让他丢了面子。很快，他追着神秘客前往了布鲁克林大桥。一到现场，蜘蛛侠就受到了人们的敌视，而神秘客则成了大伙心里的英雄。彼得心情低落，又被神秘客半真半假的攻击砸中，一下掉进了海水里。为了躲开巡逻的人在海面上的搜查，他还错过了和玛丽姐约会的时间。愤怒的彼得气得丢掉了蜘蛛战衣。没想到这时一个意外之客前来造访，李警督找到彼得，拜托他联系蜘蛛侠，但彼得才刚刚和蜘蛛侠身份 say 拜拜，一口就拒绝了李警督。李警督非常失望，他认为蜘蛛侠是个乐于助人的好人，本以为彼得作为他的御用摄影，品格也算不错，没想到他居然没学到任何优点。他的这番话让彼得想起了过往，本叔叔你怎么又双若死了？本叔当初的话留在了小蜘蛛心里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于是他再次换上战衣，找到了李警督，根据神秘客留下的话调查了蜘蛛侠和布鲁克林大桥有关的案子。这时彼得终于想起来，1年前的布鲁克林大桥有剧组拍戏，因为特效师操作不当，差点导致直升机驾驶员死亡。而找到证据的彼得算是亲手将特效师送进了监狱。当时特效师就说以后要报复他。李警督无语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能忘？彼得多冤枉啊！这种情况每周都会有人对他说上2句。知道了神秘客的真实身份和动机后，彼得给乔纳写了信，报上了神秘客的地址。乔纳一看来信人是蜘蛛侠，立刻赶往了信件上的地址。你俩才是真爱吧？没想到乔纳在那里遇见了正在撞门的李警督。先到一步的小蜘蛛在神秘客的工作室找到了假冒蜘蛛侠的战衣，难怪对方能在墙上爬，原来手脚上都贴了吸盘，而神秘客造成的坍塌全部都是他精心制作出来的特效。彼得瞎舌，有这本事干嘛带个鱼缸当反派，直接进军好莱坞赚得盆满钵满的不香吗？显然神秘客这个反派尽职敬业，一心只有搞死主角的念头。他启动机关打开转盘，甩得彼得头晕眼花，随后又放出机械恐龙引诱他钻入陷阱。蜘蛛侠不小心掉入了蜘蛛网内，蜘蛛侠被蜘蛛网捆住，简直奇耻大辱。偏偏李警督和乔纳进门就被抓住，彼得赶紧拽住吊绳的绳索，从蜘蛛网里挣脱，救下了2人。神秘客带着他的特效分身走到了彼得面前，彼得闭上眼赌一把，相信自己的蜘蛛感应，他一脚踹中了真的神秘客，顺利拿下了送上门的人头。之后神秘客遭到逮捕，蜘蛛侠罪名被洗清，彼得也获得了玛丽简的原谅。当彼得问玛丽简是否需要自己帮忙补习物理时，却被对方拒绝
绝了，因为玛丽简早已自己钻研进步了。彼得将她送进大学，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。不过，年轻的帅小伙彼得还是要招桃花的。在经历了蜘蛛杀手事件后，哈代小姐居然又约了彼得见面，这次还是在自己家中。作为富家小姐，哈代进门还需要园丁开车接送。彼得一边感慨有钱人的快乐，一边等待哈代跟自己一起出门。哈代返回房间去拿外套，这时长着4只手臂的人入侵了庄园。当彼得听见哈代的尖叫声冲进房间，就看见哈代被章鱼博士抓走。彼得正准备上前阻拦，没想到章鱼博士一触手将他砸晕在墙，带着哈代扬长而去。当彼得再次醒来，面对的就是 FBI 的盘问。当彼得说自己看见绑架犯长着4只手臂时，迎来了警官无情的嘲笑。对不起先生，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一般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哈代夫人得知女儿遭到绑架，根据犯罪留下的赎金单子认出这是奥托博士的字，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报复，因为哈代基金曾经中断了对奥托奇怪实验的投资。彼得知道奥托博士，年幼的他曾参加过物理夏令营，那里的老师就是奥托博士。当初彼得实验失败，面临别人嘲笑的时候，奥托博士却认真地告诉他，科学是很重要的存在，他们能造福人类。所以彼得不理解，这样的人怎么会去绑架无辜人勒索赎金。哈代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位博士的事情，章鱼博士却说他曾经同事都不能理解他天才的想法，所以他找上了哈代基金，从哈代夫人那里拿到了赞助资金。博士肯定自己这项核聚变实验一定会成功，为此他还研制出能操控的章鱼机械臂，加快实验进度。一旦这个项目成功，他就能造福全人类。但哈代夫人却觉得实验进度太慢，取消了投资。章鱼博士不得不把实验室搬到了破旧的小屋，没得到安全保障的他，在一次实验失误中遭到爆炸的冲击，机械臂和脊柱融合在一起，也导致他的性情大变。现在博士对实验产生了执念，认为是哈代基金的撤资才导致自己变成这样，所以他绑架了哈代，索要赎金继续实验。为了找到章鱼博士，乔纳开始在电视台直播，果然接到了章鱼博士打来的电话。众人劝他语气和善一些，人质还在章鱼博士手上，千万不要激怒对方。乔纳上一秒还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接起电话就是一顿国骂，气得章鱼博士要求乔纳亲自来送赎金。乔纳怂了一下，却被激将法一击，真提着赎金来到了交易地点。彼得换上战衣赶到现场，见章鱼博士把乔纳给逮了，准备动手，彼得立刻杀了进来。章鱼博士大怒，认为是乔纳将蜘蛛侠带了过来，机械触手将彼得死死捆住，砸在地面上。他告诉蜘蛛侠，现在他手上有2名人质，24小时内他要拿到双倍的赎金。随后彼得被扔出仓库，等他再杀回仓库时，已经人去楼空。好心办了坏事，彼得心有愧疚。不过他又有了别的主意，既然蜘蛛侠的身份不行，那就用彼得的身份去，怀柔手段，一用一个准。于是彼得说服哈代夫人和特工接起了章鱼博士的电话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先肯定了博士的研究理论，用曾经学生的身份打动了对方，顺利拿下送赎金的地址。拿到破旧的厂房后，章鱼博士志得意满地介绍起自己的研究成果。彼得指出实验中的隐患，但章鱼博士毫不在意。面对彼得要求释放人质，他却说这是分期付款。彼得终于意识到章鱼博士已经无法回头，他不再称博士为老师，惹得博士恼羞成怒，将他扔出大楼。乔纳和哈代怒斥章鱼博士残暴无情，而彼得则趁机换上战衣杀了回来。博士大骂蜘蛛侠把多管闲事当作职业。彼得被触手砸进了箱子里，他灵机一动，打开了下方的发电机。这下章鱼博士的触手被吸附住，但彼得没料到这个发电机居然是火箭推引器，要是他不关闭的话，哈代和乔纳绝对会被火焰给蒸发。彼得只好关掉发电机开关，前去救人。章鱼博士却将他捆住，又一次打开了火箭喷射器。这时彼得注意到不远处有个电磁铁，只要打开开关，足以将博士吸附上去。但博士可不是傻子，不可能上第2次当，他就这么挡在蜘蛛侠面前，让他谁也救不了。但博士却忘了，他毕生的研究成果还在彼得那边。于是彼得扯出小球朝电磁铁那边扔去，章鱼博士一接起来就被吸到电磁铁上，失去意识。火箭喷射倒计时还有10秒，彼得飞快地救下了哈代和乔纳。见哈代跑去找自己，彼得赶紧离开现场，把自己塞回了废墟里，成功获得了美人的好感。之后章鱼博士遭到了逮捕，但他的固执还在，恐怕以后也会从这个监狱中逃出来，继续他的实验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